朋友们，我的脚都在发抖。在贵州思南的深山绝壁之上，藏着一座神秘的木房子。它建在300米高的悬崖上，房子直面万丈深渊。站在这里往下看，不由得让人腿脚发软。崖壁上还开凿出一条古栈道，行走其上步步惊心。山脚下还有一道神秘石门。据当地村民讲，这里原本是古人开辟的隐居之所，后来有位男子看破红尘，在此隐居多年。让人无比好奇的是，在如此险峻的悬崖上，建房的材料当初究竟是怎样运上去的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前去一探究竟。朋友们，现在呢，我就来到山脚下了。那座神秘的小房子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悬崖绝壁之上，看起来好险峻啊！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上面隐居啊？现在呢，我们就上去看一看。这个树林子里面有好多知了啊，太吵了。这个，我在这里啊，发现了一棵野生百合，还挺漂亮的。这里还有一棵。现在就要开始上山了，这里的坡度不是特别的陡。我们一路走上来啊，这边上有很多这种野生百合，这个花它也是可以吃的啊，它底下的果实呢也是可以食用的。就在这里，哇，这个崖壁好垂直啊，而且有一条很大的裂缝。刚才我在山脚下，我觉得这个山没有多陡，实际上我们上的这个路啊还是挺陡的，它全是这种泥巴路，下雨的时候肯定会很打滑的。主要是昨天刚爬完梵净山，然后今天呢就跑来爬这座凤凰山，还是挺累的。我们站在这里啊，就能看得很清楚了，这座小房子就在上面。这里有一棵很大的桐子树，上面也是结满了果实啊。它的果实是这个样子的。平时我们看到的桐油，就是这种铁炼出来的。终于走到崖壁之下了，我们看看上面垂直的绝壁。这里居然有一个小水井，里面有水的。它这个水啊，就是从这个岩缝里面滴出来的，还挺清澈的，这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这是一个山洞吗？一个很小的山洞，里面居然有一个盆儿，不知道是谁放的。这边这个是干嘛的呀？石头垒起来的，这个石头有被开凿过的痕迹，可能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有一间小寺庙。我们继续往上面走吧。这里刻的有字吗？还真的刻的有字哎，这应该是功德碑，现代刻的。看着像一道石门啊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宝藏。这里有一棵赤梨树，这就是它的果实，维 C 特别高。在我们贵州大山里面啊，真的这些资源太丰富了，有很多异果。还有你们看这棵百合，里面有好多蚂蚁啊。因为百合呢，它的叶子有一点甜，蚂蚁居然也喜欢吃哦。它这个地方还直接上不去的，我们要从这个峡谷里面走上去，然后再横走过去。走在这里好凉快啊！
因为它这座山峰呢，刚好这里有一个逆风哦，这个风呢就从对面吹过来，非常的舒服。但是这个路呢也是很陡峭的。现在轻松了，我们需要从这里横着过去，应该走个100-200米吧，就能到达那个位置。这边上是巨壁啊，它是很高的，只不过长了这些树木藤蔓，看起来感觉不吓人。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快到了啊！哇，瞬间豁然开朗。你们看这些岩壁上，也是长得有树的啊，生命力太顽强了。你们看，没有一点泥土。它在岩壁下，这里还有一个木架子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啊。可能这里以前有建筑吧。这边也是堆放了很多的木材，这木材应该是以前这里有一座很大的房子啊，把它拆掉了，然后堆放在这里的。哎，我们看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一块石头啊，这里给它找了一个槽，这是用来干嘛的？这个是冲臼吗？有可能啊，用来冲谷物的，但是冲臼好像一般都是圆的吧？它这个是一个长方形啊。这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圆孔，这个是地骨瘤，这也是一种可以入药的虫子吧？它下面是那种虫子。我们看看这个边上，我的天呐，这也太高了吧！我们就是从这里走上来的，看着没有多远啊，垂直距离应该就300多米吧。我们来看看这座房子啊，它就建在这个崖壁之下的，下雨的时候啊，这里面是淋不到的。这边上呢也是紧贴着这个崖壁而建的，这下面是很高的哦。这边上有一排的大石头，这些大石头不知道以前就是在这里的，还是说他们从这后面的岩壁上给它开凿下来的，挡在外面的。我们到里面看看。这里面也是非常简陋的哦，就这样简单的搭建了一下，上面呢就是这种铁皮盖在这里的，这边上也是用铁皮围起来的，因为下雨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有雨水飘进来的。它这个中间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，这个是干嘛的呀？这里有一个圆孔，这个位置。这有什么用啊？这有点像古代在这里磨墨，然后在这里绘画呀、写字、写诗什么的，有可能。因为这块石头呢已经被磨得很光滑了，油光锃亮的。它的后方呢有一排的神像，我们来看看，都是穿衣服的，还穿了2-3件呢。这里还有几尊小神像。我们看这一尊，穿上衣服的，白色的衣服，头部看不到啊，被那个遮挡了。都是穿衣服的，都是有人供奉的，但是我们看不出来这些是哪路神仙啊。还有人放了一些面包啊、饼干在这里。这尊穿了3件衣服吧。好像最里面一件是衬衫，中间穿的是 T 恤，最外面也是衬衫。还有人放酸奶在这里，菩萨应该是不喝酸奶的。这里有一尊财神，手里捧着一个很大的金元宝。这里是最后一尊，也是穿了2-3件衣服，但是头部跟面部风化的比较严重。这个位置的风还是挺大的，因为它比较高嘛。这边也是用大石头堆在边上的。我的猜测啊，它这些石头应该就是从这边上开凿下来的。
这里有一堆香灰，这里的香火还是比较鼎盛的。这香灰上也是有很多地沟流，还有人在这里放鞭炮了。我们来看看这边，哦呦，我的天呐，太高了！对面呢就是思南县，这里的风景挺漂亮的，视野很开阔。住在这里呢，说实话，空气又好，然后对面就是县城，挺舒服的。我们再到这边看看。这里真的有很多野生的花椒。这边居然还能过去，我们看看对面有没有房子。我们小心点啊，这下面就是绝壁。这个花椒树有刺儿了。哎呦！这边真的有路哎！我们看这个位置，好像被火熏过，有烟熏火燎的痕迹。我们再到这边看看，看看这里过去有没有建筑。我的天，这个路也太窄了，这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啊！这下掉下去真的不得青一块紫一块了。这边更窄，哦呦，我们还是小心点啊！真的，虽然说我不恐高，但我的脚还是有点发抖啊，因为它真的太高了，这里垂直距离有300-400米啊，300多米肯定是有的。哎，但这里好像没路了啊，过不去了这里。它这个地方以前真的是可以过去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不去了，因为这些石头呢，应该是塌掉了。这底下是很高的。我们现在再到房子那边看看吧，这边已经过不去了。朋友们，刚才我们过去了，那边就是断头路了，那个路已经塌掉了，过不去了。但是以前那位大哥住在哪里啊？我们还真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木材啊，还有那边的话也是有一大堆，有可能拆掉了。这位大哥呢，是因为他感情受挫嘛，就是离婚了之后来到这里隐居的，后面可能想开了，然后他就离开这里了。但是房子呢，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，已经看不到这里有生活气息了，可能已经搬走很多年了。现在这里呢，就是一间比较简陋的寺庙，也是供奉的有神像的。主要是这个位置啊，它中间有一块很大的石头，这个石头呢已经被磨得很光滑了。这座寺庙呢，也不知道它有多少年的历史。但说实话，这个地方的风景还是挺好的。我们看对面呢，就是思南县，视野非常的开阔啊，空气非常的好，的确适合隐居啊这个地方。好，今天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